青楼戏子先我一步入府为妾的那夜，我终于对许文翰死了心。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？公子既已纳妾，还来管我做什么？她只是妾，你才是妻，莫要如此善妒。何况，若你肯给我，我何必要去外面找？还未成亲，你怎可逾矩？逾矩，就因你如此迂腐，我才不得已纳妾。那我离京，往后一别两宽。你父亲临终前将你托付给我，你非要如此，令他在天之灵不得安宁吗？与往日一样，每当他提起父亲遗言，我便唯有咽下委屈，认神宰割。父亲是齐之国手，却终生为的义子继承衣钵。师父放心，我定能传承您的奇艺。好，女子再强，也得依附男子而存。文翰是天才，你细心辅佐，才可有一番作为。许文翰待我极好，我们共赴京城，看前所未有的繁华。他许我白首之约，许我终生相伴。可当父亲去世的那一刻，一切都变了。人情往来需要银钱打点，将你的嫁妆交我一用。相伴6载，还未成亲，许文翰便花光了我的嫁妆。结交达官贵族，总需要打点吧？1万两，什么打点需要这么多？妇人之见，你爹临终前说了，这嫁妆成亲后都是我，先拿来用用。怎么了？可你我还未成亲啊，你究竟要何时才能娶我？一连几年，国手大赛都未能夺得名次，我实在无颜与你成亲了。你知道我不在乎这些，可我在乎。我答应过师父，战至巅峰娶你为妻。如今这个样子，若无银钱打点，我连参赛的入场券都拿不到，还谈什么巅峰？最后一次，梦丽，这一次我一定可以。你真好。还未成亲，不可逾矩。知道。我以为他这次一定能成，然而他转头便对戏子一掷千金。多谢许公子打赏，奴家今夜是你的人了。那便好好伺候，莫要辜负了爷的银子。这是你所谓的打点？你怎么来了？哪个男人不偷腥？安分守己，我会给你一个正妻的名分。愿与他做满天星月，不作别。最终，父亲曾经的规劝成了他拿捏我的把柄。女子须得依附男子而存，如今父亲已经不在了，你就算离开京城，又能如何呢？可是，正妻就该大度些，不必与妾室计较。那你究竟何时才肯与我成亲？今年，待我夺得头筹，就风光引你入门。可惜，我终究没等到那日。哼，今日八王寿宴，你再给我些银子，我选个礼品带去。可我已经没有银子了。这也是为了你我的前途，怎能如此小气？真的没有了。父亲留的财物，还有我的嫁妆，不是早就被你花完了吗？哼，扫兴，自己想办法。我在佛堂前等昙花开入夜时。姐姐莫要痴心妄想了，他不会娶你的。你说什么？且不说他留在你身边只是为了那丰厚的嫁妆，娶妻是要花聘礼的，一件衣服免费穿了6年，谁还会花钱买回来呀？可他答应过父亲，这是我母亲的遗物，为何在你手上？这可是先生送的。他怎能如此？你还是早做打算吧。今年皇族招亲，聘国手为驸马，若有资格娶到当朝公主，他还会要你吗？若真如此，你入府那夜，他何必挽留？这就是男子的好算盘啊！若是败了，还有你兜底；若是成了，便将你一脚踢开。
对他而言，你不过是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罢了。那你又算什么？我圣无常物，我有工人把玩，可你不一样啊，你的棋艺不输许文翰吧？那又如何？国手大赛向来没有女子参赛的道理。那也不必，何况父亲说了，女子须得依靠男子而活。好言难劝，该死的滚！随你，但你青春虚度，但你家财耗尽，你此刻的依附也会荡然无存。父亲总说，女子须得依靠男子而活，他一生都在为我寻找停靠的港湾，最终却选了个最凶险的码头，将我逼上绝路。公子出山，定能夺得头筹，迎娶公主。女人好麻烦。父亲，女儿不想再依附于人，卑微的活着了。姑娘莫要在此寻死。你为何救我？金针赴会，玉玺大勋。知道了，抱歉。城东有一断崖，地11，姑娘寻死可去此处。公子啊，您救人就算了，哪有叫人去寻死的呀？这位姑娘本就想寻死，不是吗？我家公子不是这个意思，姑娘您别在意啊，什么都没活着重要。多谢公子的建议，我会去考虑。不是，你这姑娘怎么？京城本就适者生存，挺不住的，死不足惜。哎呀，公子不要火上浇油啊！未经他人苦，公子何必咄咄逼人？活在这世上，谁不苦啊？若受点苦便要自强，不知所及，都该是尸横遍野。男子争名逐利，可女子又该如何？想如何就如何。若没认错，姑娘是骑士国守尸院先生了你的，你想活怎样都能。你想死，死不足惜。大笨，我们走。他说的不错，这里风景秀丽，是个葬尸的好去处，怎样都能活，不依附于男子亦可存活。凭什么我身负才华，却要屈居人下，受尽折辱？凭什么寻死的人是我，始作俑者却毫无知觉？凭什么？这就对了，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放弃轻生后，我当了守尸，开了茶馆，闲暇时受人其意，不依附男子，也求得温饱。然后许文翰找上门来。梦里，我知道你开茶馆赚了不少，再给我些吧。你我已经没有关系了。霸王说了，只需3000两，便让我直接进复赛。怎么，父亲的好徒弟，如今连复赛都需要花银子打点了？怎么会？只是想轻松些罢。待我拿下比赛，就娶你，好不好？不必了，我已经不想做你的妻子了。明日开赛，公子倒是有空来我这里。此宅乃是即位，想来讨个彩头。要进来吗？那再好不过，姑娘棋艺精湛，在这可方便讨教一二。先生还不落子？你败了，一未去就必死之子，最终落得满盘皆输。不曾想国手之女也会落入皆不归的套路。我没有，可还是不自觉这么走。莫非时至今日，姑娘还想着回头去与那许文翰做个便宜夫人？我明明拒绝了他，我拒绝了。那你的心里呢？是否还带着犹豫和期待？6年啊，他曾经对我那么好，忽然绝情至此，你告诉我要怎样才能放得下？所以说，寻死路者死不足惜。还不明白，伤害你的从来不是对方的绝情，而是你心中的幻想。幻想？幻想他一定会娶你，幻想他纳妾只是迫不得已，幻想他在为你们的未来打拼，更幻想此刻他会浪子回头看见你的好，心生愧疚。可我拒绝了他啊。那只是你对感情的拉扯。平心而论，
他若再度上门哭着求你原谅，你又会如何？你越是费尽心机去讨好一个人，那个人便越会让你痛苦。期待才是所有心痛的根源。你今夜至此，究竟为何？国手大赛的邀请函明日开幕，请姑娘务必准时参加。要我参加？爹爹不是说未来没有女子参加，不代表女子不能参加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撕掉，回去做你那温柔贤淑的大方夫人。如果她真的肯娶你的话。公子做了天大的好事，却总是嘴不饶人。好好说，叫她听不进。小鱼儿，别让我失望。公子和池姑娘曾经认识吧？算是吧。可公子自出生之日起便在山庄没出来过，如何认识啊？梦中相会。这也行。下雨微点压接着水畔，哦，烟波如云珠，发雨静安，西风在轻触谁的伞？白墙黛瓦，青石巷里苔野花，小街上如此欣喜之态，看来是胜了。那是自然，5局连胜。厉害，差一点就赶上我了。你在炫耀什么？自然是炫耀我眼光独到，将一未来的国手从生死线拉了回来。你当真觉得我能赢下去？不，你败了最好。少一个竞争者，这很好啊。做梦，我定会战到最后，连你一起打败。我下一场的对手来了。这种成绩也能晋级，徐公子花了不少银子吧？要你管，又没花你一个铜板。加油啊！若能侥幸赢我，便可与这弃了你的未婚妻一决高下了。一介女子，你竟也参赛了？女子如何？不依附于你，我活得更好。无论如何，我绝不能输。有事快说，我没空与你纠缠。若最终是你我对决，你让我及子如何？不敢相信，这话竟是從你口中说出。我有什么办法？6年了，整整6年了，我的成绩一次比一次差。父亲也说了，女子该依附男子而存。你让我做国手好不好？我定会8抬大轿，娶你过门。没想到我曾经竟瞎了眼，看上你这种人。你说什么？口口声声瞧不上女子，最终却要求女子手下留情。许文翰，你的所作所为真让我觉得恶心。娶我，你配吗？我们相伴6年，你怎能这么说我？何况师父说，父亲迂腐，他总想着要男子给我依靠，可我成亲是为了有个依靠，而不是图那一肚子委屈和掉不完的眼泪。啊，梦离，我知道过往是我对不住你，又想做什么？喝了这杯茶，从今往后，你我再无瓜葛。哼，蠢女人。先生想到如何战胜顾清风了？他不是迷信吗？这份礼物他一定喜欢。后来为了赢下比赛，许文翰亲手将我送上顾清风的床榻。你为何在此？我这就走。你被人下了药，是许文翰。抱歉，我身不由己。械斗鸳鸯，大凶，但虽败无悔。现下可好些了，有无不妥？没事了，倒是你今日就要比赛了，昨日那般，不知是否会有影响？看你这担心的样子，该不会真的以为我会输给许文翰吧？
是你说大凶？尽人事待天命，风水之说只是辅助。我人事已尽，不过是见了点血，无妨。不过我很好奇，你与许文翰有父母之命，又相伴6载，为何我还会见血？母亲在世时曾说过，尚未成亲，不可有肌肤之亲。那我……所以是被逼无奈，我没有要你负责的意思。我懂，比赛就要开始了，先走了。为什么我破了你的契约，为何还是败了？命运之说，我虽迷，但不全信。不过，多谢你将他让给我。6年了，我是天才，有师承前国手，为何还会败？天才，那又如何？能进这京城的，又有几个是普通人？高官望族、商贾大家，天才只是禁止城门的入场券罢。慢着！告诉我，你师承何人？我师父是这一任国手。这一任比赛尚未结束，他难道能未卜先知？是说，在这次参赛的人中，还有他也无法战胜的存在？先生，回去吧。不行，既然夺冠无望，那便另寻出路。先生打算如何？石梦里与我有父母之命，无论何种境地，只要我勾勾手指，他都会来。簪子，这是何意？这是我家传之物，梦里，我想好了，我们离开京城，回故地成亲，好不好？提亲只有一根簪子，你已经落魄至此了吗？我现下虽无甚银钱，但浪子回头金不换啊！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。果然啊，我永远都只是你退而求其次的选择。你胡说什么？说你能夺得头筹，睡上赐婚，你还会娶我吗？我……所以啊，若非坚定的选择，我可不稀罕。我花钱为你赎身，这种时候你要丢下我？先生错了，戏子无情，跟你本就是为了生存。如今眼见再无前程，我自然要寻更好的庇护。你是我花钱买的，除了我，还有谁会要你？我生的美貌，又会唱曲儿，想给我依附的人很多。先生是曾经最好的选择，却永远不是我唯一的选择。是在找死吗？八王看中，要我今夜赴会。您在这儿杀了我，还想脱身吗？我竟不知你有这样的本领。谋生而已，先生见谅。坚定的选择，唯一的选择。梦里，你想说的是这个吗？今夜这里也是吉位，明日就是决赛了，我来看看你。可有嘱咐？你救我性命，燃我希望。若你开口，我必将国手之名拱手相让。认真比赛，我要再中皆不亏。你这是在提醒，还是在点我？都有吧。听说许文翰来找过你，我怕。不必担心，我不会再走上老路了。除此之外，就没有什么。有，明日加油，胜过我。若不为取胜，你来京城做什么？抱着试试的心思来寻一位故人。可寻到了？怪不得，连胜负均可不在意。你是不想迎娶公主吗？也有吧，不过更重要的是，我觉得自己胜不过你。为什么？没有徒弟赢过师傅的道理。师傅，我……这件事说来无人会信，不过无所谓了。明日若能赢我，便将一切都告诉你。那我就不手下留情了。国手赏万金，还许开堂授业，难怪这么多人争先恐后来京城赴会。是啊，没想到我耗尽了脑子，还是败给了你。你昨日所说的师徒是什么意思？可以告诉我了吧？就是顾公子，皇上宣召，请这边走。好吧，你先回去，晚些再告诉你。等我。
那么久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大喜，大喜啊！大笨，你家公子呢？公子虽败给了姑娘，但因姑娘是女子，皇上还是下令赐婚，将公子封为驸马，择日成亲。还要成亲了？你要走了？他教会了我，不依附男子也可存活。傻子都看得出来，他心里有你。但皇命不可违，我不想让他为难。那也听听他自己的意见吧。若他不想娶公主呢？有攀权富贵的机会，谁会轻易放过呢？我自行离开，只是害怕顾清风最终选择公主，让我明白自己对他而言，也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罢了。或许顾清风和许文翰不是一样的人，可是我不敢赌。我离开京城，回到故乡的10日后，顾清风追了过来。沈梦丽，你给我站住！你怎么来了？腿怎么了？还是屁股啊？挨打了，别碰！你是驸马，谁敢动你？早说了我不想做驸马，当朝拒婚，圣上大怒，打我几十大板，我一日都没敢休息追你至此，落下的伤痛你得负责。我怎么负责啊？我拒了赐婚，家中父母又频频催婚，所以你嫁给我，可好？明明有更好的选择，你为何还要？哪有什么更好的选择？小鱼儿，我从来都只有你一个选择呀。你曾说去京城寻一位故人，后来呢？寻到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便为他拒婚，挨了打，还为他追至异地。你是说你当初所寻之人是我？我们曾经认识吗？认识。是幼时的我？是成年后的你，或者说是死后的你。说起来你可能不信，但我曾在梦中见过未来的你。青云山庄是江湖上有名的剑术大家，我生来便被给予传承的厚望，可惜体弱多病，连剑都拿不起来，不中用了。父亲，若有得选，我宁愿不是你父亲。在最想得到认可的年纪，我被父亲的一句话缺了所有希望。这样的我还不如死了的好。当真想寻死吗？人死了可就什么都没了。说的好像你死过了似的。我就是死过吗？为什么呀？与你此刻一般，找不到活着的意义。所以你是来劝我不要寻死吗？不是啊，我是想告诉你，从那个悬崖跳下去便会死在梦中，完全没有痛感哦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这个世界就是适者生存，挺不住的死不足惜。未经他人苦，你怎能说出这样的话？活在这世上，谁不苦啊？受点苦便要自戕，目之所及都是尸横遍野。那你倒是说说，像我这般的人又该如何体面的活着？不能练剑便从文好了。你想学棋吗？若成国手，也可扬名立万。山庄上午，父亲不会为我请师傅的。叫什么师傅？我来教你。你行吗？我可是前国手池院的独女，得他真传。那为何还沦落到自尽的地步？遇到渣男了呗。我精心辅佐他，从未想过靠自己出人头地。然后呢？然后他这个10里8乡有名的天才，到了京城却泯然众人，不但没成为国手，还将我的嫁妆花光了。你可真蠢！怎么跟师傅说话的？啊，方才那只是梦境吗？公子，您说那人查到了，石梦里前国手池院的女儿，此刻人就在京城。太好了，我猜对了。既然梦境中所见是他死后的灵魂，可他本尊确实与我同期，我还有机会救下他。我说了，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教你了。小鱼儿，我想我就要见到你。说了要叫师傅，而且你这不是已经见到我了吗？我是说还活着的你，我打听到了，此刻的你还在京城。啊，你的意思是我死后的灵魂回到了过去？是的，小鱼儿，这次我一定救下你。
若你所言当真，记得一定将我骂醒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活了呀！我定要丢了那个许文翰。越想越气。我是说，然后你能不能驾驭我？你小子欺师灭祖啊！没有肌肤之亲，恐怕师父不能倾囊相授啊。10几年我什么没教你，你小子没良心。我是想更进一步也很好。就在我与顾清风准备成亲的前日，许文翰忽然找上了我。梦离，你真是让我好找。没有人求你来找我。你在我身边时，我不懂得珍惜，直到失去才察觉到自己的心意。梦离，我追寻你至此，你再给我个机会好不好？许文翰，就算你再差，也还是个棋手。你要明白，一步必死之棋，无论再怎么接气，也只是死路一条。棋不归吗？还有，身为棋手最重要的一点，落子误会，是你丢下了我们的曾经。做那一步抉择的时候，就不该为此刻的结果后悔。这么轻易放过他？已经放下的过往，没必要纠缠。何况他现在已经够惨了。他曾害你心碎惨死，无论何种下场，我都觉得太轻。那此刻放过他，就当做为了他行善积德。有吗？那便饶他一命。小月儿，我们回家。